哎呦我，這鍋蓋一掀開，我建議你先擦擦哈喇子訂外賣。我爸我媽喊我回家吃飯，說家裡正好有7、8斤排骨，我就納悶，誰家能正好有7、8斤排骨？那是局部地區下排骨啊，還是那豬呼呼往家門口撞啊？就想讓我回家做飯唄，媽這2口玩可真溜。從保險櫃裡盛出來點秘制小醬料，我這麼炒完燉點黃金鈎，不好吃腦瓜給你。黃金鈎明明是東北菜，但很多東北人都不認識，像極了回家做飯的我。我今天也餓了，所以炒的都是下飯的菜，尤其是這個尖椒釀肉和蒜香雞翅，太進滋味了。我弟嘴急，直接上手抓的。那半夜餓了，嗦了有知道還吃碗大米飯呢。就這個豆腐，你就給它煎的干干巴巴的，麻麻赖賴的。你別看它一點都不圓潤，自然就有別人爸爸來盘它來了。我弟說想嗦了雞爪子，家裡正好有王小滷虎皮雞爪，撕開直吃。你瞅這雞爪子干大，指甲蓋也沒有，應該是做美甲了。這玩意一嗦了就下來，没牙都不耽誤吃。我弟說扔鍋裡燜2個，給我奶拿回去。我說還是先盛碗排骨吧，這排骨我奶要吃不着，以後指定是沒我了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鐵骨豆、紅豆、爆豆、飯。煎肉、臘腸、蒜翅、酸辣豆、烤菇、溜尖、王滷爪，這一頓東北家常便飯看着還行哈。我跟你說，這鐵鍋燉吶，這一碗湯泡飯永遠是東北人的執念。今天吃飯人多，我準備得比較充分。咱們看看什麼是正儿八經的鐵鍋燜面。鍋蓋粥跟你說，誰看誰不迷糊吧？這桌上有人不吃蒜，要不嗆點生蒜，我真上天了我。他使那铲子給我看的直着急，我說給我也來一碗。但是我说哥们儿没事，你去看看手去吧。你他媽是不是在學校食堂上過班啊？我最近在家琢磨1000層蛋糕到底能不能做1000層。我找了個教程一頓神算，發現只要廚房舉架夠高，這事兒沒啥難。但是當我幹上之後，我發現我少算了一個變量，就是能力。我看那老師1分鐘能烙好幾張餅，但我們2分鐘只能烙出3張餅。那麼也就是說，不吃不喝不尿尿，光烙餅皮就得30個小時，要全做完就得50個小時不合眼。那還吃啥蛋糕啊？那不他媽直接吃席了嗎？後來就決定幹到明天早上新突突，看看到底能幹出多少層。完幹的着急，就決定不夾餡了。我們給榴蓮都吃了，好家伙，第3天打嗝還反味呢。然後分了2個轉台抹奶油，尋最後再合一起，這樣能快點。他倆幹的吧，還像那麼回事兒，但我倆幹這個怎麼看怎麼跟小胖連相啊。這也就是自己家吃，這要出去賣去，別說給錢了，都能給我2個大逼斗。後來我倆實在不招人待見，就打奶油去了，打了一宿，越打越上頭，早上胳膊都不一邊粗了。當時直播間還有人計時呢，打一盒奶油大概3、4分鐘，我弟都看懵了。他說別人打奶油用的都是大臂發力，咱家不是啊，咱家全靠2臂。完幹到2天，我們同學扛不住了，他還挺養生，帶了好幾瓶小鲜燉的鲜燉燕窩。這個燕窩都是下單鲜燉，每周冷鮮配送的，而且沒有任何添加劑，配料只有燕窩、冰糖和水，保質期只有15天。撈絲特別濃稠，我有幸嘗了一口，口感和新鮮度都非常好。總熬夜看驢的姑娘可以多備點。然後他走了，我們又幹了4、5個小時，幹到早上8點多，真幹不動了，就感覺已經形成質量守恆了。這個蛋糕每增加1層啊，可能對應着我們的壽命就要減少1年了。最後這倆加起來也就將近400層，幹了20個小時才幹這麼高。我最開始卻還考慮過舉架不夠怎麼辦，我可真幽默。我對這個世界最後的善意就是沒把他倆合起來。這玩意兒你說不切開，誰能分清它是地雷還是千層？不過我算了一下，要準備的好，2天1宿是完全有可能幹出一個真正的1000層蛋糕的。我打算緩1個月再挑戰一次，但最近肯定是不可能了。這點玩意兒打包了30多盒，我們吃了2天。第3天這個奶油味和榴蓮味一起反上來的，我太讓人沉醉了。今天是我們在這小院的最後一天了，假期要結束了，就想珍惜每分每秒。但是早上睜眼睛就下午3點半了，只能趕在太陽下山之前吃頓好點早餐了。看着炭和爐子就明白了，今天早餐肯定吃的是铜鍋涮肉啊！冷天吃火鍋太讓人興奮了，尤其是現在這天，小冷風往臉上一吹，小麻醬往肉上一蘸，哎呀我去，這畫面有夕陽，有小院，有涮肉，這要再有條金色小狗在地下跑，那就是神仙日子。但我環顧四周，我們幾個黑不溜秋的，誰都沒法勝任這個角色。我先拉倒吧，凡人也挺好。我們來之前算了算，已經快1個月沒吃串了。1個月呀，你不知道一個東北人是怎麼挺過來的呀。完今天烤點羊肉串，烤點大腰子。出發之前檢查好幾遍，忘帶泳褲都不帶忘帶这點腰子。完趁他們烤串呢，我要通边給前女友買點東西。最近3月8德物女孩節，老多大牌美妝都打折了。阿瑪尼口紅比專櫃便宜1半 ，SK-II 的套裝5件套才400多，還有香水、防曬、眼霜啥的都賊合適。從評論區鏈接點進去，還有專屬的優惠活動呢。你們要指不上前男友，就趕緊趁現在補貨。完我買完了，這串也烤好了，孜然的香味一出來，我當時就開悟了。這人活着呀，
我就是为了这口串啊。主力锅疙瘩湯就是疙瘩有点抓多了，打了2个溫泉未遂蛋，事實證明24小時也不熟。等我再有假了，我上這連住1周，我認可泡芙呢了，我就看看這蛋多長時間能熟。完熱乎喝點疙瘩湯，我弟又上池裡泡去了。你說這小子多沒正事兒，開300多公里來幹啥來了？早晨本來就沒起來，溫泉泡2下就得了唄，不趕緊找準自己的東南西北，再摸上9981圈。完我們打到2點多出門放煙花去了。我看天上都是星星，我就讓他們趕緊抬頭看。我弟給我個大波溜子，非說啥也沒有。我心完了，我哥倆這麻將打的指定有一個是白內障了。我最近打算重啟一下2.75年前那個挑戰，就是1000層蛋糕到底能不能做成1000層。根據我們當年的計算，2天1宿是完全有可能幹出來的，但是難度就在於2天1宿也是完成這個事兒的最大時間限度。也就是說，不管幹到多晚，第一天我們必須得攤出1000張餅來，這是團長下的死命令。我的這個強度實在是太死亡了，那幹到後半夜的時候人都木了。我當時是抬頭看了一眼凌晨3點的鐘錶，又低頭看了首流水線上的老嫂。當時我就一個感覺啊，我說回來了，全都回來了。等打奶油抹蛋糕的時候，我們同步開了3組生產線，這已經是我們廠能開出的最大效率，但是依然是杯水車薪，3小時才抹了100多層。好在呀，當時開了會兒直播，我有個幹黃4個甜品店的朋友看着了，他就給我發了個私信，他說你們要是心不髒的話，其實可以試試用手抹。完，正等我們琢磨他這招好不好使的時候，手機開始叮咣響，一看原來是微信提醒開獎了。前2天朋友微信給我發了個抽獎鏈接，是拼多多官方為了回饋用戶對百億補貼和萬人團活動的支持，真金白銀做的補貼，入口就在我視頻評論區置頂鏈接裡，反正也不花錢，大家可以點進去試試看，點擊鏈接就能參與。後來我們戴手套試了一下，他這辦法確實挺好用，那抹的是又快又勻，快到我這一桶奶油還沒打發呢，上一桶就已經抹完了。而且這個方法完全可以說是神之一筆，真的，要是沒有他呀，我弟那倆眼珠子今天肯定是因為抹蛋糕扔這兒了。抹完了1000層之後，我們遇到的問題就是怎麼把這幾個碟摞起來。當時想了很多辦法，最後還是感覺用手穩一點。前面摞300層的時候一直很順利，但是摞到第500層的時候，它就開始栽歪了。然後我們用筷子矯正了一下，摞到600層的時候依然很穩固，但是到第800層的時候天徹底塌了，就是它已經沒法保持平衡了，而且由於太重了，下面的都有被擠碎的了。最後200層摞的時候就純靠人把着了，甚至感覺一喘氣就要塌。後來量了一下，一共是75厘米高，其實正常應該是在90到100厘米之間。這蛋糕切開還是挺好看的，那比較遺憾的是它沒有完整切面，只有分段切面。做完這個蛋糕那天正好趕上我過生日，他媽摟個這麼大個蛋糕吃，這生日過得可實在是太精彩了。你吹你媽呀！我奶呀87了，從來沒吃過蛋堡。完了，他還洗命，他覺得外面這種小攤的肉不好。我乾脆買個機器，我說咱回家自己做。但我也沒做過這玩意兒。我努力的回想了一下我在夜市上吃的這些師傅，做的不行。後來終於讓我想起來了，我有個前女友在夜市吃腰子從來不加糖。你說這個那他氣不氣人？完我研究了一下，這玩意兒就3步：把雞蛋整熟，把肉餡整熟，把糊倒進去，給他們都整熟，勤刷點油，把那皮兒烤脆了就完事兒了。然後最重要的是要刷多多的醬，再撒上孜然和芝麻，你就吃去吧。你這邊在那吃，那邊槍斃你二大爺，你都不心疼。我爺我奶一人空口吃倆，完我奶讓我再烙一鍋，明天早上吃。但沒肉餡了，我說我下樓買點，我奶還顫顫巍巍的就過來了，說沒有就別往外折騰了。奶這正好有一盤肘子，你看能不能湊合湊合？這肘子放的確實比肉餡香，一共就烤仨，出鍋就讓我奶手半貴了。完我把大家剩的米飯做成烤飯團了。我弟說這個熱量爆炸呀，這得運動運動再吃。他拿那華為電子表設了一個1000米的燃脂跑，這表是前兩天我倆趁得物活動買的，打完折才500多塊錢。經典的外星人表盤，還有好多運動功能。這兩天正好有官方的限時補貼活動，除了數碼產品，衣服鞋都打折。點評論區鏈接或者上得物搜126962就行。完我弟跑了沒有200米就癱沙發上了，熱量還沒爆炸呢，心率先爆炸了。然後我算了一下，我這個蛋堡的成本大概是1.5塊。要是夏天能出夜市的話，我打算咬咬牙狠心賣3塊。完臨走之前，給我爺我奶明天飯也安排出來了。早上喝粥吃土豆絲煎蛋，中午喝粥吃紅豆餅和韭菜盒子，晚上喝粥吃他那肘子蛋堡和玉米烙。我奶說你不行，你買倆花卷上來吧。你爺不能一天光喝粥啊，那也吃不飽啊。哎呦我操！